太毒，哎，看掉哪里？菇啊，超扯！好大个哦！买一送一，又有一只台湾瞪头蛇。红彩扣头虫，斯文豪氏天牛，感觉今天重况不错。好，那各位，现在天色还没晚，那我们就去附近啊，我们去摇树，然后捞虫。像有些，比如说锹形虫或一些金龟子，它们是日行性，比如说花金龟啊什么之类的。锹形虫的话，它有一个特性，它受到惊吓之后脚会缩起来，所以它就会从树上掉下来。我们摇树的时候也有机会摇到一些虫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转场 Go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是遇到有开花的树，然后就捞看花附近。在采集的时候不知道小心电线，不然会超微大。非常多的朋友都跟雷神说，什么应该就是些杂东西啊，很像菊虎、天牛、小绿花哦，绿花金龟，然后豆金龟。我第一次看到豆金龟，好特别哦，闪闪发亮哦，它脚好粗哦，哦，好漂亮哦，这只是台湾角金龟断脚的，因为现在可能寂寞啊，它看起来有点软软的无力，然后打过架，它现在应该非常虚弱了。哦，刚才有开一根，对不对？哦，红彩扣头虫，对，红彩扣头虫，很帅哎，超帅的。黄色那个，它的翅鞘会有点像那种彩虹颜色啊。然后它的前胸背板是橘色的，因为有一种跟它很像，叫做红圆大青扣头虫，很多人会把它搞混。但我觉得最简单、最一般的分别方式就是红彩扣头虫的上面那个是橘色的，红圆大青是红色的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去看其他东西吧。好吗？那我们赶快吗？啊，Go Let's get 啊！ Meanwhile， 在前往点灯地点的时候，我跟建军想说旁边有一条路，感觉还不错，我们就靠近来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在这里找到一些日间的蛇类。现在能看到的大概应该就是可能拟龟、史丹吉士邪灵蛇，然后或者白天出来的高沙。没错，看运气。它这边环境其实就是标准的栗林带，应该说雾林带，旁边有什么鬼石地呀，还有山琵琶，跟很多猛虎鸮。希望今天能够看到一些什么，反正看不到的话，这只也不会卷出来了。有道理，一切随缘。黄建军，你要看天牛吗？哪一个？这里有一只斯文豪，这是什么？斯文豪氏天牛，它很漂亮，你们可以看看。斯文豪氏天牛，它是一种台湾非常漂亮的一种天牛，而且它的主要食草就是山芙蓉，就是它现在刚好趴的这棵植物就是山芙蓉。哇，好美哦！没有蛇，但是有斯文豪氏天牛，这好美。这只应该是母的啦，人家触须比较短。通常天牛触须长的是公的，然后触须比较短的是雌性，但不是完全啦。这附近应该还有它的族群，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。给我们发现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天牛，我们遇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台湾的，我觉得是特有种的昆虫——斯文豪氏天牛，全称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一个 Tiffany 蓝的颜色。我觉得它是台湾数一数二而且漂亮的天牛。刚刚我们在山芙蓉的叶子上看到它，然后它应该受到惊恐，它就飞起来。我稍微四周观察一下，发现刚好正上方有一颗比较大型的山芙蓉。这一丛，这个，这是大颗的山芙蓉。然后我们刚才是在小颗的母树旁边的小颗的山芙蓉上看到它，它可能是掉下来休息吧。全身都是这种 Tiffany 蓝，背上有几块对称的黑斑，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天牛，我觉得它非常漂亮。把它送一下，回去它用的位置吧。OK， 拜拜小天牛，超可爱。Meanwhile， 那各位，我们刚才摇树啊，摇到一个深山锹形虫，它叫寄生山锹形虫，它其实有点小只啊，所以它的特征没有很明显。那寄生山锹形虫，它的特征你看，它的脚内侧是黄色的。那寄生山公虫大概可以到56超大只的，野外看到5公分就超大了。它这是小型个体，大概大小是3公分多一点而已。然后在大型个体5公分的话，耳帽这边头部旁边这个叫耳帽，会非常的明显，是一只蛮可爱的小公虫。那目前还没有看到母虫，希望晚上点灯会点到更多的深山。那我们跟他说拜拜。哦，好漂亮！这只台湾角金龟超漂亮的，名字我喜欢这一只，这只超漂亮的，它是 Tiffany 蓝的那种感觉。不行，这只好新哦，对啊，好白，它感觉粉都没怎么掉。台湾角金龟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它身上有一种麂皮的感觉。你看它手特别长，它可以用手来打架，它还可以挥拳猫别人，然后它是有头角的啊。我们前面刚才有看到一只台湾角金龟，它打架打到脚断脚，那这就是完全体，超漂亮的，很像鹿的脚，所以又叫鹿角金龟。OK， 完美。2 hours later， 各位嘤，我遇到了第一只蛇类，就是2D 的。
而且它颜色非常鲜艳，橘红色，我猜可能是史丹吉士显影色，可惜啊。然后一样，各位如果遇到路杀，有工具的话或者不会怕的话，可以把路杀移到路边，因为可以阻止二次路杀的发生。因为这种尸体呢，有些生物不管是鹿类或者其他蛇类，它们闻到这个气味，如果比较新鲜的路杀个体，他们会在路中间先去吃它，然后这时候如果有车子过来，就会造成二次路杀。就看2只2D 的蛇，以此类推，就有蛇遇到的话，还可以在那边去吃，它就被路杀吃。所以移到旁边吧，可怜的路杀个体啊！就这样吧，放那边当诱饵，放那边当诱饵，没办法，计划通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耶，太土哎，掉哪里？看哭啊！哦，找到了，超扯！小鸡鸡，很突然的，现在天还没全暗，然后就来了一只鸡生山，真的是头小到不行的鸡生山哎。然后一样，像早上说的，脚的下面会稍微黄黄的，然后它后面有小耳朵，那我们就让它在布上待着吧。等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帅一点的深山过来。A few inches later. 他在啃什么？金龟？没有哎，看不到啊，金龟？屁来看到，我只看到他嘴唇。第一次看到那么近的，应该是叶哦，长得超丑的。耳朵好大哦。对啊，好可爱哦。切，超帅！我们来了一只，应该也是深山锹形虫。揭晓一下，只要是这个绿色，对不对？超帅！各位可以看到绿色，它身体就不会像鸡生山更有光泽一点，然后它的耳凸又更小一点，然后还有一个特色，我觉得是它的大颚的。它大颚比例啊，看起来更短、更锐利、更霸气一点。那这就是我们绿色深山锹形虫今天的第一只绿色。各位，我们很幸运，我们刚才看到这只鸡生山嘛，然后我们刚好旁边又来了一只绿色深山锹形虫，我们可以对照一下。鸡生山呢，它牙比较修长，比较细，可是这只小型个体啦。好，我捂着嘴巴讲话了。这鸡生山算小型个体，鸡生山可以长到差不多5公分啊。5公分的话，它耳凸会非常明显，然后脚是黄色。然后我们来介绍绿色，身上有点披毛的感觉，然后它的牙又更粗更明显，会有非常明显的那种弧状感觉。然后身体是非常有厚度的哦。哦，感觉今天虫况不错，虫突然来一波，来不及拍。Later. 好大个吗？哦，超大只哎！哇！哎呦！我跟这个瓜超大只的，各位。哦，真的，你自己看，超肥。真是超大只。哦，很壮哎。哇，很壮。这只看起来应该有个1公尺有哦，1公尺多。哎呦，很大只。没有。我这只头超尖的啦。越大只都这样。好可爱哦。我们把它移到路边。如果它今天不是遇到我们的话，它应该已经扁掉了。它变小本了，变阿本啊，变野啊。OK， 拜拜龟壳花。好，幸好你们遇到我。拜拜龟壳花。OK， 拯救一只龟壳花。唧唧嘤嘤的。Meanwhile. 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虫况非常优秀，非常多鞘翅目昆虫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首先我们第一只算我们比较常见的锹形虫，但是也是非常有特色。那这只呢是我们的2点翅巨锹形虫，它叫2点翅吧？它2点在哪2点？是在它的胸的2侧，这就是它的2点。它这个锹形虫的颜色是一个呈现橘红色的姿态，这就是它的翅。巨锹形虫，它这种锹形虫啊，它的大颚像那个锯子一样，非常锐利，所以被它夹到其实是有机会会流血的。稍后我们介绍相对夹起来不会那么痛的锹形虫。转场，我们刚刚呢飞来2只高沙，它叫高沙深山锹形虫，这边有绿色深山锹形虫，它们两者的差别可以看到说。高沙深山锹形虫呢，体型非常大。那我们的绿色深山锹形虫呢，体型来说呢，就稍微小一些。高沙呢，中高海拔，非常具有特色，而且体型又非常大一种昆虫，所以会非常吸引喜欢昆虫小朋友的注意力啦。它有非常巨大的耳凸，像我们的绿色深山，它耳凸就非常不明显。虽然它一样是深山锹形虫，高沙深山锹形虫除了巨大耳凸，它身上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金毛，跟绿色比之下呢，它身上就有一种金色的光泽，
这是一种非常帅、非常吸引人的锹形虫。深山啊，它们的出没时间比较算早飞。早飞的意思是说，傍晚之前就开始准备要把灯架起来。像这种早飞的虫，可以提早飞过来这样子。刚才除了我们介绍的绿色高沙深山之外，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深山锹形虫，它叫做台湾深山锹形虫。这只算是小型个体啊。那有些人觉得说，台湾深山跟高沙深山怎么分？它们的耳突的形状不太一样。高沙深山它是圆形耳突，所以有人叫它什么圆耳深山。台湾深山呢，它的耳突就是比较偏向方形的，然后又比较小一点。认它的方法就是认它的耳突啦，就一个圆耳一个方耳这样子。当然除了耳突之外还有金毛啦。台湾深山没金毛，高沙是金丝猫这样子。各位可能又觉得说，它可能跟栗色有点像。依照比例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台湾深山啊，它大颚是非常长的。栗色相较起来，栗色那种短小精干的大颚又有很明显的差别。OK， 那我们就把它请回部上。Meanwhile， 盾头台湾盾头蛇，看它的眼睛的虹膜颜色就知道了。台湾盾头蛇啊，这只就是台湾3种中最好认的台湾盾头蛇，眼睛虹膜是橘红色的，非常漂亮，而且它全身鳞片是完全没有鳞棘的，因为它是无毒蛇类，非常的温煦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们在前50公尺买1送1，又有一只台湾盾头蛇。今天水况不差，都台湾盾头蛇，没有其他蛇类。有啦，我们还遇到一只超级大只的龟壳花。而且之前说过，每一只蛇都有特色，你可以看到这只它比较鲜艳，这只比较暗淡一点，但是它们都是台湾盾头蛇，而且都是很漂亮的成体。台湾盾头蛇呢，跟巨型式盾头蛇的个性还有栖息位置都差不多，海拔就是从低海拔甚至到中高海拔的2000公尺都看得到它们的分布，栖息在潮湿阴暗的环境，晚上的时候才会出没，主要会攀附在灌木上、树上，然后很常看到它在地上爬，因为其实地上也有蜗牛、蛞蝓之类的。它也是一个台湾很容易被路杀的蛇类啦，它是完全无毒的蛇类哦，真的运气很好，我们遇到一个很漂亮的这种蛇类，就这样子。太晚了，我们应该回家了，跟2只台湾盾头蛇说拜拜吧，拜拜，盾头蛇。你可以不喜欢我们，但是必须喜欢我们台湾的生态，毕竟那么美丽，对不对？跟我们盾头蛇说拜拜吧，下次见。最好是勇哥，谢谢你们，爱死你们了。